Money Money Hom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频道主要分享各种网赚项目及网赚项目相关技术，每个项目都是经过我自己测试过的，确保真实可靠。本集分享如何申请免费的域名，并将域名托管到 Cloudflare 中解析。等以后大家技术提高了，自己有能力去解锁 Cloudflare Worker 的时候，就能真正实现自建永不被禁止访问的 VPN 节点了。考虑到政策法规的问题，我这里只介绍如何免费获取域名，并将域名托管到 Cloudflare 上解析。本集所采用的 Gmail 账号和谷歌云服务器仍然是前面视频中申请好的，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先看如何无限续杯谷歌云那一集，对大家理解本集内容大有帮助。本集内容应该是频道开办以来最多知识点的视频，很多讲解我会穿插在页面等待和实操过程中介绍，建议不要快进。再次重申，我分享的只是网赚技术实现的方式，希望通过我的视频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并不对最终结果负责。如果你希望马上并且100%能赚到钱，你可以关闭视频了。如果你还没有关闭视频，说明你对今天的分享内容很感兴趣，那就请你给我的视频点一个赞。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请一定记得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下面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实操一下如何申请 Cloudflare 账号。那我们打开 3w.cloudflare.com 这个页面，我们先刷新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注册并且有登录好我现在的之前有申请过的 John Stanley 20240809这个账号，所以当我刷新的时候，我的邮箱以及我的谷歌云基本上都已经是处于登录状态。那现在我们已经这个 Cloudflare 这个页面已经加载完毕，我们点击 Sign Up 注册。好，我们等待这个页面加载完毕，然后我们选择 Free 这个应该说收费的一个等级吧，是 Free 的。然后我们是点击 Add a Website。好，在这个界面当中，它可能是需要去给我们认证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账号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去注册。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邮箱地址复制过来。然后我们粘贴到这里。同样，我们给这个设置一个密码，然后验证一下我们是人类。而这个 Cloudflare 是它自己的这个人机验证的一个算法谷歌有谷歌的，然后亚马逊有亚马逊的，每家大公司都有它自己的这个人机验证的一个算法的。然后我们点击 Sign Up， 也就是注册的这个按钮。这个时候就代表的是说我们已经注册完毕了，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查看所有产品，然后我们点击网站 website。当然，如果说这个英文不太好的，大家可以选择这个简体中文。我们点击一下简体中文。好了，这个时候 Cloudflare 这个账号我们已经
创建完毕了。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 Cloudflare。Cloudflare 是全球最大的这个 DNS 域名解析服务提供商，当然它还有其他服务。那我们经常用的有一个 DNS 服务器 1.1.1.1， 这个服务器就是他们家的。那可想而知，它在整个互联网它的地位是有多高，或者它能拿到多好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们就不用去介绍了，光从它的 DNS 去看，你就知道它有多厉害。大家可以去打开你们家自己的宽带的运营提供商给你们的这些 DNS，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2位数吧，或者3位数居多吧，都不会是1开头的1位数的这种，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在互联网上，如果说他的公司的一些服务断掉以后，其他的公司我估计都会受到波及，所以这个我就不介绍了。反正大家就知道说 Cloudflare 是全球最大的 DNS 服务提供商就够了。然后下一步是说我们要去找到免费的域名，然后把这些免费的域名都托管到这个平台，托管到 Cloudflare， 由 Cloudflare 来帮你做 DNS 的域名解析的这个工作。那我们域名来说，之前我有介绍过一集，就是VPN 的那个技术架构里面，首先我们访问的第一步都是去敲这个域名，然后域名去找 DNS 去查一下它的 IP 地址。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说，我们去申请一个域名，这个域名申请的时候，大部分的在国内都是以实名制为这个基准的。我们不管是在阿里云、腾讯云、旺网等等这些地方注册的时候，都需要你自己用身份证。有一些如果说是公司的话，可能还需要公司的一些资质。那国外的这一点就好，就是它之前有提供一些顶级域名的免费注册，那这几年可能也是大家对域名的一些滥用也好、滥注册也好，使得这些免费注册的这些资源也越来越稀缺了。所以现在能找到的这个免费注册的大部分的都是2级域名来做。当然2级域名同样对我们这个最终用户来说，其实它的体验是一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更多的只是要去解析它的一个 IP 地址，我们不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工作。所以2级域名只要是能够让 Cloudflare 托管，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个域名。将来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做内网穿透，还是自己去映射自己的这个 Docker， 或者是远程访问等等，这些可能都需要用到域名我刚才前面在介绍的时候也有讲过，可能大家随着技术提高以后，对 Cloudflare 里面的 Worker 如果很熟的话，将来可以干更多的事情，甚至你自己可以解锁很多好玩的一些功能，不管是建站也好，或者是自建一个永不被禁止访问的一个 VPN 节点。这个什么叫做自建永不被禁止访问的 VPN 节点？这里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梯子，即便你搭建起来以后，因为它的 IP 的属性的问题，然后即便你搭建好了，你同样不能访问 ChatGPT， 你同样不能访问Amazon， 你也同样不能去访问谷歌等等。那谷歌可能可以，就是更多的可能你不能访问奈飞或者是TikTok 之类的。那如何去再利用 Cloudflare 来做呢？这个也是 Cloudflare 的一个优势，因为 Cloudflare 提供了全球应该最稳定的 CDN 服务，也就是说内容分发这样的一个网络。而在这个网络当中，绝大部分的这个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它都会接受来自于 Cloudflare CDN 转发过来的请求，所以没有一家公司敢或者动过念头去想说我去把 Cloudflare CDN 的网段全部禁掉，没有人敢。
除非他不想做生意了，或者不想开展业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只要利用了 Cloudflare 的 CDN 的转发功能，你拥有的公网 IP 本身就是来自于 Cloudflare 的 CDN 的 IP， 那就没有一个平台敢去禁掉你。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功能解锁了以后就应该说是全球旅行是畅通无阻。这个闲扯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正式开始向这个 register.us.kg 这个平台来申请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那我首先我是打开了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我们点击 Sign Up。好，这个地方需要你去填写你的 username， 你的合法的全名，你的邮箱，还有电话，以及你的地址、密码、确认密码这几条。那我们通常来说，我们找不到一些电话号码或者是说这个地址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这个地方，我们去我们去刷新一下。这是我之前有打开过的，我们就以这个人的一个信息，我们来注册这个 us.kg 这样的一个平台。好，我们先把广告关掉。好，我们先拷贝名字。注意这个地方要小写，然后中间是不可以有空格的。然后我们需要去填写它的全名。全名这个地方是要把这个横杠换成空格。然后邮箱就是我们自己之前注册过的，我就拿我们前2集已经注册过谷歌云的这个 Gmail 账号来注册。然后电话号码，它这边给到这里没有国家区号，所以我们这里要自己先加个1，然后加个横杠，然后把这个号码贴过来。注意要把它中间的这个横杠给取消掉。然后这个地址我们解释一下，你看它这边是街道，然后门牌号，然后是城市，然后是它的州的缩写，然后是邮编，然后是 United States。我们不一定要到 United States， 但我们前面的我们都要按照它的格式。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扩过来，然后逗号空格，然后我们城市写这个，然后州的缩写，再加上邮编。好了，这样就 OK 了。然后密码的话，注意它是要有1个字母是大写的，并且最少是8个字符。我们自己设一个我们自己常用的一个密码。然后最后我们来验证一下，你看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谷歌的一个人机验证的算法。刚才我们在 Cloudflare 那个地方是 Cloudflare 自己的人机验证算法。好了，验证过以后，我们点击注册。好，当点击完注册以后，我们应该要到这边来收到一封邮件。你看，很快就来了，就是 us.kg 这个邮件。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它来验证一次。好了，验证成功。这边呢，它不让我那个输入的话，那我就自己来。
好，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再重新登录一次，我们把邮箱输入进去，然后点击下一步，然后把我们的密码输入进去，再验证一次人机验证，然后点击登录。好，到这一步就有点讲究了我们需要去做一个 KYC 的这样的一个verification。那我们选择自己上传这个 KYC 的 document。那这个 document 是怎么来制作呢？我以我自己的，我打开一个写字板，我打开在这边吧，然后我制作出来以后给大家贴过来。应该是 name。然后名字的话，我们应该是我们刚才的地址验证器，在这里，我们地址生成器的这个名字。注意一定是小写的，因为我们刚才自己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小写，因为这个是全名。然后第二个是 mail。mail 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这个邮箱。然后第三个应该是 phone。我们要拷贝一下它这个 phone。注意格式一定要跟刚才的是一模一样的。我先做好，然后给到大家，然后是 address。然后是地址的州名，然后再是它的邮编。我给大家看一眼，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的一个文档。那这个文档我们事实上它是更多需要去上传图片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拿自己的截图软件，比如说我们就截这一块，然后我们点击保存，自己保存好。保存好以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要点击上传。这个时候要认证一次，我们看一眼它到底是还是我刚才点错了，我不确定。没有错。那跳到这个界面的时候，我们现在一个是全名在这里，然后第二个他会问你为什么要去申请这个域名啊？那我们就自己写set website， 然后我们的类型这个地方就写 work ID。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去选择我们刚才已经保存好的那张图片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选择一下。好，已经找到了，在这。然后我把我刚才做的那张图片，就这张12345点 PNG 的图片，我给它上传上来，就是刚才我有截图给大家看的这张图片，再给大家看一眼。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截图，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点击提交 Submit。一般注册这个都速度会很快的，如果你上传完毕以后，它的验证。好了，当你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代表你整个注册已经成功了。我们点击回去，这时候我们到这个界面去，我们把这个也取消掉。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登录到整个的这个 us.kg 的这个后台，也就是我们整个注册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从这个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多可以去申请3个这样的一个域名。然后我们在哪里去申请域名呢？在这个地方叫做 Domain Name Registration， 然后我们点击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比如说我们就叫做 money_home 点 us 点 kg， 然后点击 check。好，这个地方事实上就要求你来指定说解析这个域名 money_home 点 us 点 kg 它的服务器是哪一个，然后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在 Cloudflare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注册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网站。好，我们就把我们刚才的 money_home 点 us 点 kg 敲进来，然后我们点击继续。好，我们会选择一个套餐，当然我们肯定是选择免费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free， 然后点击继续。等待整个 Cloudflare 来扫描它所有的 DNS 记录。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前往激活，确认。确认的时候，好，这个地方就有你需要去更改你的这个 name server 的地址在哪里啊？就是这2个，我们点击一下，这2个我们都需要去复制过去，点击单击以复制，然后我们再回到 us 点 kg 这个界面，把它粘贴过来。同样，我们把第2个地址也要拷贝过来，然后我们也复制在这里。好，我们最后点击一下 Register，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免费域名就拿到手了。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就是代表的是说我们已经拿到手了。然后
我们要看一个小细节，点击一下管理我的域名。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说你的这个域名是1年免费，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无限续杯，就是到180天，快到期的180天的时候，你只要刷新一次，你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域名了。我得找一找，在这里。哦，对，在这里。刚才是网速比较慢，我们再演示一下。在 My Domains 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点击我们自己现在当前这个域名。在当前这个域名的时候，我们点击 Renew， 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看到？是说，当你快过期的，以你过期日往前推180天，你才有资格去刷新。等你以后快到180天的时候，你就点一下这个 Renew 就可以了。这是这个域名免费域名的一个小弊端吧。因为它是1年嘛，你看它在下一年快到的时候，也就比如说今天是9月4号，2024年的9月4号，那么要到2025年的9月4号往前推180天，那就可能是2025年的，比如说可能是180天，就将近6个月，那就是3月份、3、4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来做这个 renew 的动作。好，这个域名已经注册好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应该也解析好了，我们再刷新一下，点击概述。Cloudflare 现在我们刚刚注册这个域名的状态是待处理的名称服务器更新，所以它还在更新当中。这更新的时间快可能就几分钟、10几分钟，慢的话可能要24小时，所以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在等待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比如说比较好玩的这个 Cloudflare 这个里面，就是这个 Works 路由。Works 路由里面，你可以玩很多自己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东西，包括你的搭梯子呀，或者是干嘛干嘛的，都可以，甚至建站都可以。待会我们来设这个 SSL， 先要让它解析成功。好了，你看还是速度很快的。这个时候，整个 money.home 点 us 点 kg 这样的一个域名就在这个 Cloudflare 完全托管了。然后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这个设置。第3部分，我们对 Cloudflare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设置。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把这个 money.home 点 us 点 kg 这个域名已经托管到 Cloudflare 这个平台上了，并且是我们自己的账号。然后我们先点击这个概述，然后我们点击查看设置。查看设置的时候，我们只要开始使用，点击开始使用，所有的请求都重写 HTTPS， 也就是说，你未来你请求你的这些客户端也许是用 HTTP， 它也会强制的帮它转成 HTTPS。这个地方我们打开这个功能，然后这个是始终使用 HTTPS， 而不会去使用 HTTP 的请求了，也是一个转换，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服务器。然后这2步都
做完以后，我们点击完成。好了，这个时候第一步的基础工作已经做完。第二步，我们再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SSL， 我们点击一下配置。这个配置里面有好几种这个策略，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因为毕竟来说 Cloudflare 是一个大公司嘛，所以它的证书也好，包括它对于请求的 HTTPS 的保护也好，我认为都是最好的，所以一般我都会用它自带的，所以我在这边我会去选择启用端到端加密的这种方式的 CA 认证。所谓端到端，就是浏览器到 Cloudflare 的这个 CDN 的这个解析，它的这个通讯过程是加密的，并且说 Cloudflare 到我们原服务器的这一段请求也是加密的。我们现在设置的是完全严格。然后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原服务器的证书，边缘证书，看一下。之前我在油管上面有看到其他的小伙伴，他们去尝试把 us.kg 这个域名这个托管过来的时候，还存在说这个证书不正确的问题。那现在来看，这个证书现在也改变了，就是 Cloudflare 可以正确的去解析，并且给它生成一个正确的一个证书，所以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去做了。当然，如果你们想去做以后15年的证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话题，篇幅原因我们就不在这里介绍了。然后我想这个过程已经完全做完，然后我们最后做一步小尝试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VPS， 我们这个 VPS 的这个 IP 和我们的 Money Home 域名绑定起来。我们在这里设置，点击 DNS，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记录，首先我们添加一条 A 记录，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 符号，然后把我们的服务器的这个 IP 填写进去。那打开这个小云朵，代表的是说使用 Cloudflare 的 CDN 来做这个分发，也就是说，未来我们拼 moneyhome.us.kg 的时候，它不会响应说拼的是 34.96.133.15，而是 Cloudflare 自己 CDN 的某一个节点。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解析好了，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拼的动作。这个时候需要时间。好了，这个时候已经正确的解析了，正确解析并且已经拼通了。这个时候大家留心看一下，事实上我们拼到的这个域名由 Cloudflare 返回给我们的 IP 是 172.67.210.96， 这个 172.67 一看就是这个 Cloudflare 它自己的 CDN 网段，而我们自己真实的这个 IP 地址是 34.96.133.15， 这就是 CDN 它的作用，它不光可以做内容分发，同时可以做到把你的原服务器给隐藏住，从而提高你的服务器的安全性。好了，这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请一定记得点赞、评论。如果你不想错过我的其他视频，请记得关注本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哦。我们下集见，拜拜。